大家好啊，今天在野要跟大家聊一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最新情况。这次的新闻可真是让人瞠目结舌，简直是闻所未闻啊！在广东这个经济第一大省，竟然也要有自己的鹤岗了，这可不是什么玩笑话，而是实打实的现实。在野刚看到的消息，简直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最近在广州北边就出现了一套成交价只有15万多，每平方米单价只有2000块出头的房子。你敢信吗？这可是在一线城市的郊区啊！看来这些地方也开始鹤岗化了，真是让人唏嘘不已。这些房子在哪儿呢？就在广州和清远的交界处。虽然行政上属于清远，但离广州市区也就60多公里，开车一脚油门就到了。换句话说，这里就是广州版的燕郊啊！本来应该是个香饽饽，现在却成了烫手山芋，真是世事难料啊！正因为地理位置不错，以前那些买不起广州房子或者因为限购买不了的人，不少都买到了这里。他们当时肯定是满怀希望的，以为捡了个大便宜。可谁曾想，这里的房价现在却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雪崩式暴跌。这哪是什么雪崩啊，简直就是地震山崩啊！昔日炒房客的天堂，如今却成了资产缩水的重灾区。单价从高峰期的1万多到现在低至2000多，这可不是什么数字游戏，而是实打实的钱啊！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。那些当初满怀信心入场的人，现在怕是肠子都悔青了吧？回想2012年广清一体化被正式提出的时候，大家都以为这里会像当年的广佛一体化一样，很快就会起飞。所以随着广州、佛山两地开始限购，大量炒房客就涌入了清远。当时那个场景简直就跟抢金子一样啊！那些业主当初高价入场，以为买的是未来之光，没想到到手的却是个烫手山芋。从几年前买入时的满怀期待，到后来的焦虑降价，再到如今的绝望抛售，这简直就是一部现实版的楼市悲喜剧啊！把地产寒冬的残酷真相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更让人唏嘘的是，这可不是什么个案，而是整个大城市郊区乃至卫星城的普遍现象。广州的从化、增城，再看看深圳隔壁的惠州、惠东，这些前2年还是投资热土的地方，现在也都沦为了打折狂潮的牺牲品。那些曾经被炒得天花乱坠的楼盘，现在却成了无人问津的鬼城，真是让人唏嘘不已啊！5折甩卖，竟然还无人问津，这不仅仅是市场冷淡的表现，更是对过去盲目扩张和非理性繁荣的当头一棒啊！那些曾经信誓旦旦说房价只涨不跌的专家们，现在怕是连自己的脸都找不到了吧？这波资产价格重估的浪潮，其实反映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。大家想啊，如果在离广州几十公里的地方就有比老家还便宜的房子，那些普通小县城的房价还能守得住吗？这简直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啊！一旦开始就没完没了了。郊区房价的暴跌，其实就是在警示我们，过去那种过分依赖房地产拉动经济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。当人口不再流入，当产业支撑不足，当泡沫被刺破，留下的只会是一地鸡毛。这可不仅仅是广州的问题，全国许多城市都可能面临这样的困境。那些还在做着房价永远上涨美梦的人，该是时候醒醒了。对很多地方来说，房价如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这不再是遥远的预言，而是正在眼前发生的残酷现实。那些曾经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明日之星，如今却成了无人问津的过气网红，真是世事难料啊！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挑战，我们可不能再自欺欺人，以为房价还会涨回来。现在是该正视现实，理性对待房地产市场调整的时候了。那些还在幻想着靠炒房发财的人，可得好好掂量掂量了。
上面已经在刺破脓疮，减少对房地产的依赖了。中国老百姓也该好好反思反思，千万别成为下一个接盘侠呀！现在买房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，搞不好就会变成套牢一辈子的负资产。说到接盘侠，最近广州传出的一则消息更是让人瞠目结舌，有人竟然开始3折卖房了，这简直太惨了！这哪是什么3折啊，简直就是在割肉啊！据说在广州增城区的蝶溪花园有套二手房，2021年挂牌价210万，结果降价7次后，今年8月才以59万卖出。你敢相信吗？这可是1线城市啊，从210万降到59万，这跌幅简直比股市暴跌还要吓人啊！更夸张的是，这还不是什么特例。在那个小区，最近成交的房子价格都降到了7000元平左右。有套32厅的房子，7月10日才59万签约，单价才5631元平。要知道，这个楼盘当初开盘价可是高达20000平啊，如今降到3折左右，难怪网友给它改名叫蝶溪花园了。这名字起的简直是一语道破天机啊！蝶溪花园当初可是号称环境优雅、配套设施齐全的。2021年的时候，大家还认为这里的房子有升值潜力呢。可谁能想到，市场信心竟然一路狂跌到现在这个地步。那些当初信誓旦旦说这里是价值洼地的房产中介，现在怕是连自己的脸都不认识了吧？有网友说这个小区位置太偏，可问题是，就连北京这样的超1线城市核心区，也有小区房价腰斩了。你敢信？北京海淀区蜂鸟家园有个户型，现在的成交价比2021年最高价跌了52%，这可是在北京市中心啊，可不是什么偏远地区。连帝都的房子都保不住价了，其他地方还有什么指望？更让人担忧的是，这种跌势似乎还在继续。最新数据显示，8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房住宅价格整体跌幅都在扩大。二手房的价格同比下跌都快10%了，这哪是什么10%啊，简直就是断崖式下跌啊！就连北上广深这4个超1线城市，8月份二手房价格也都在跌。北京跌了1.0%，上海跌了0.6%，广州跌了0.7%，深圳更是跌了1.3%。这可都是往常被认为只涨不跌的城市啊！现在看来，这个神话也该破灭了。可实际情况可能比官方数据更糟。广州那个蝶溪花园的例子就知道了，从210万跌到59万，这哪是什么0.7%的跌幅啊？这分明就是腰斩在腰斩啊！官方数据和现实之间的差距，恐怕比房价跌幅还要大。更要命的是，现在整个市场都变成了买方市场。业主要是想快点卖掉房子，就得把价格调到小区里最低，甚至得是整个区域最低价，不然根本没人问津。这哪是什么买房啊，简直就是在捡便宜啊！可即便如此，还是很少有人愿意接盘。与此同时，商品房的库存量却在疯狂增加。8月份全国商品房库存量达到了 7.38 亿平方米，创下了历史新高，这比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高出了 23%。这么多房子堆在那儿，简直就像一座座小山啊！你想啊，现在全国100城新建住宅的去化周期都达到了 26.6 个月，比正常水平高出1倍多。3、4线城市更惨，去化周期都到了34个月，也就是说得3年才能卖完现有库存。这么多房子堆在那儿，价格能不跌吗？这简直就是一个无底洞啊！更糟的是，往年这个时候可是房地产销售的黄金期，金9银10嘛。可今年呢，多个1线城市的表现都相当平淡，买房的人根本没几个。曾经热闹非凡的售楼处，现在却门可罗雀，真是让人唏嘘不已啊！连那些专家都开始唱衰了。
有人说，现在二手房市场最大的问题就是接盘人太少。还有人认为，中国楼市的价格还远没跌到谷底呢，只有等接盘侠都清场了，价格才会掉到该在的位置。这话听着是不是让人不寒而栗？更让人担心的是，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经济。大家想啊，房地产可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啊，它一旦出问题，那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。从建筑业到家电家具，从钢铁水泥到装修行业，甚至连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可能受到影响。这可不是小打小闹，而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啊！而且房价下跌还可能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。那些靠房子支撑起来的中产阶级，可能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负债累累的房奴。年轻人买不起房，老年人的养老金又缩水了，这种代际冲突可能会越来越严重。社会矛盾的激化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！更可怕的是，这种趋势似乎还在加速。就在我们说话的功夫，可能又有几个小区的房价跌破新低。这种雪崩式的下跌，真的让人觉得脚下的土地都不稳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。大家对这个话题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咱们下期再见。